我有自己的追求的演艺梦想，但是他呢，就是想让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也是为了他好，在现在收入都不能保证的未来是什么未来呢？我告诉了他，我会努力的打拼，给他一个好的未来，但是他还是揪着这件事儿不放。他一直在给我画饼，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专业的，我深知这个专业的就业不确定性。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彭先生23岁，来自贵州，培训老师；女嘉宾万女士24岁，来自贵州，职员。有请两位，有请。都是学表演的是吧？是。对。好，今天是围绕一个表演梦来的是吧？是。好像跟爱情没关，但是细琢磨起来跟你们的爱情也有关系，是吧？是的。说说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嘛，其实就是没认识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学校的，然后通过网上认识，然后线下我们就相处，我就觉得这男孩挺不错的，但是我是感情相对比较慢热的一个人，我们接触了差不多2到3个月才慢慢确定关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男孩挺可靠，然后我们又是同一个专业，也蛮有共同话题的嘛，然后就走到了一块儿。后来其实我们今年在一起快第4年了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在工作这方面不是很契合，因为说实话，就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其实我就是女孩能跟你在一起4年，其实是想往后走的吧。然后呢，对，男孩跟你在一起4年，我相信也是想往后走的吧。对，就是我们都是想往后去发展的。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天我忽然和他讨论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毕业嘛。我工作1年也。你毕业了吗？刚毕业。刚毕业。然后我现在工作也趋于稳定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咱俩如果工作相对稳定1到2年，就可以就是再往下一个阶段进行嘛，就是谈婚论嫁。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可是他就有个演员梦，就是对，他就说他说他有演员梦，他就想出去闯。他说可能2、3年、3、4年，我就说那你这样，我一个女孩，我又有几个3、4年去等你呢？但是他就是有一点对我觉得特别不好的是，他和异性相处的这一块儿，我就是没有边界感，然后我们也因为这个吵过很多次架嘛。然后我觉得说他出去接触这个行业，那肯定就身边的女孩会很多。然后他自己又处理不好自己异性这一块儿，那2个人身处异地，我也就是观察不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并不是担心他是不是要做演员是吧？对，你是担心他那个职业跟异性接触的太多，是这意思吧？是，然后我又怕他回来咱俩3观啊，或者是就是2个谈不到一起去了。您现在在哪儿工作呀？也在贵阳。在贵阳工作。对。你工作多久了？快1年了。快1年了。对。你呢？我现在的话是还没有工作的，只是接一些拍摄啊，或者是散活。你毕业了吗？刚毕业。那你比他大1届是吧？对，大1届。对。留在贵阳是为什么？就是家是贵阳的，还是说就家是贵阳的。家是贵阳的。对。说说吧，怎么打算的呀？其实如果换做我来说的话，我还是继续希望走演员这条路。但是他的话，他刚才说到关于我对于异性这一块处理不好的关系的话，就还真得解释一下。只是我跟我认识的异性的话，其实都是朋友的那种相处方式。然后呢，如果说他以后担心我去到外边拍戏，或者是去工作的时候跟异性有一些不正当的相处的行为的话，我觉得这完全是没有的。不是，我问一问题行吗？行，就是只有演员这个行业分男女是吧？其他行业就只有男性或女性是吗？我问一下，是还是不是？也不是吧，只是说都是男女在一起工作嘛，怎么就演员就不行了呢？只是说他就是因为有一次他跟一个女孩聊天的方式让我觉得很处理不当，因为他就叫别人傻子之类的，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是男女朋友，就是你叫一个女孩傻子，那我就觉得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好朋友，还没有认识1、2年的这种，你都可以叫别人一个傻子，那我觉得你去接触到这个行业，因为女孩又比较多嘛，那你怎么给我所谓的安全感呢？那他干其他的行业不也一样吗？他要这性格，
对啊，所以跟职业没有关系啊，姑娘。对，是吧？对，也就是说，你对他跟异性相处的边界感，你是不能接受的。对。就这事儿，我也跟他解释过。就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异性朋友啊，然后呢，但是我认识的每一个异性朋友，我基本上都是带着他介绍一块儿认识的。就是为了给他这个安全感，让他就是不会觉得我跟这些异性朋友有一些过多的亲密的行为。我基本上每一个异性朋友都带他认识了，但是呢，他这边的话，他又属于那种比较慢热的，他又不太愿意去这么快的接触我这些异性朋友，然后呢，他始终就觉得我跟这些异性朋友会有过于亲密的行为啊，过于啥的行为。就刚才说那个傻子那个东西，其实一开始我是觉得，如果私底下说的太难听的那种话的话，人家是个女孩子也不太好。然后呢，所以说我就稍微委婉的说了一下，所以说没有过多的。傻子还委婉是吧？那要直接说应该咋说呀？这就不太好说了，对，就那种说别人傻的那种话嘛，就说别人不太聪明的那种。不是，就是关系不熟或者关系再熟，他聪不聪明跟我有啥关系啊？我犯得上说他傻子吗？哎，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事儿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场景设定，他是在什么样的交流中叫了对方一句傻子？这个是就是对方找他要就是他家里人做的辣子鸡嘛。然后呢，因为他前面那个女孩在他这里买这个辣子鸡没有放到冰箱就坏了嘛，然后他就回了一句，他说傻子，就是你买这个辣子鸡回去是要冻在冰箱里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你直接跟他说放冰箱就行了呀。他越界了，确实是。这个对啊，我就觉得这个词不管在什么情境对话下，这个傻子都越界。是啊，就男女之间，这个傻子这个词儿一定是越界的。他不是说这一个人是买他辣子鸡的顾客是吗？同学都是同学，同学那就不对。就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第一点是，女生对于男生是缺乏信任的。对，是吧？是。就第一个是叫缺乏信任，你这解释不清楚啊。好，对，这个咱们就可以放在一边了，对吧？信任问题放在一边了。第二个就是说，做演员也不影响恋爱啊，做呗。他的话其实。他不希望我走这条路，对，我是不希望的。因为他觉得为啥？我就觉得男孩子就是，我觉得结婚就是我更多是希望陪伴嘛，因为他这个就到做演员就不能陪伴吗？我感觉会缺少很多我想要的一点安全感和陪伴。不是这个我没搞清楚啊，我真没弄懂，就是做演员就不陪伴了吗？不是演员是个什么职业？他确实没法陪伴。为什么？我是做影视投资的。就是包括就像投资人，您说说看。他如果想走这个赛道，他确实没有时间陪伴他，因为他要每天不停的跑组，他要不停的跑组，不停的去面 casting， 然后他的时间是不由他自己支配的，他由通告支配。不是吧？是的。演员也分很多种类吧？你们特指的是影视剧演员吧？是的。对啊，他要在一个院团里面做一个话剧演员，他要在一个小剧场里面就是做一个小剧场的一个固定的演员。他就在舞台上，那也是个演员啊，他不需要这样啊。但他演员有很多呀。但他就想走影视。他就想你是要走影视剧演员，那没办法了。对，他就想走影视。其实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毕业了要去外边闯荡几年，去跑组，然后呢，去工作一下。然后呢，我给他说，就给我几年的时间，然后呢，到时候我回来，我肯定会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承诺。但是呢，他就觉得再过几年的话，他也快27、28呀这些，然后呢，他等不了这么久。但是呢，我这一块的话，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男孩，我要是这么年轻就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就这样一直过下去的话，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好奇的问一句，因为我从小就是特别喜欢这一行。我就看电视，我就特别爱跟着电视里边，然后模仿，就跟着演。然后呢，高中的时候接触了艺考，然后考上了表演的院校以后，然后呢就一直在从事这一个行业，就越做越喜欢，我就特别喜欢干这个。就做呗。对。就别恋爱了呗，你就追你的梦不就完了吗？你这还有什么纠结犹豫的呢？再说我也不觉得你是那么喜欢。因为现在对演员的要求有一个固定审美，咱先不说那对不对，瘦，对吧？您这好像这身材
不行啊。哦，这个是因为上一部戏要求让长胖的，那你也没减下来啊？还在减当中。对，就不行啊！你上一部戏拍完多久了？拍完半个月吧，才。哦，拍完半个月，什么角色呀？还要求胖？几句台词啊？是上一部戏是一个话剧，就是演的是一个主角，然后呢是一个中老年的一个医生。哦，中老年医生。对，那演话剧吧，为什么非要影视剧呢？反正当演员是你的梦嘛，演员有那么多，我就为什么往那个赛道挤呢？我好奇啊，我只是好奇。因为想登上大荧幕嘛。哦，所以嘛，你还是那个是你的目标嘛，登上大荧幕是嘛，做演员不是终身追求嘛，咱把它说清楚，分清楚。那你追去呗。就是你让我们很残酷的把一个年轻人的梦想给打断了。没有，我就想就是大家也帮我劝劝他说，如果他真的有为我考虑，为我们的将来考虑，其实他大可以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然后就是去1、2年的去稳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就可以往下一步进行。就是演员不是1、2年也可以稳定吗？但是他想去就是外省嘛，但是我是很反感异地恋的。因为就是他就异地，你就会觉得完蛋了，是吧？对，就是感觉就第一是陪伴少，然后第二就是他各方面的就是异性这方面我也说了，就是让我很没安全感。那是因为你人选错了，跟他是不是做演员没关系啊，姑娘。对啊，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又不想浪费我这4年的就是我投资成本下了那儿了4年的时间呀，那你是希望我们改变它和改造它，这可不是要断人梦想的问题了。就是劝劝他嘛，就是说看他能不能为了，就是也把我多想想我嘛，然后就是稍微想想我们的未来。我问问。行，小子，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哈？哎，愿意。也不愿意放弃演员的梦想，对，是吧？那你把你们俩在一起的这个未来给我们规划一下，让我们听听。这个我也跟他聊过，就是我出去的话，如果说运气好的话，有点起色的话，我是愿意把他带过去跟我一块儿生活的。就是我走哪儿，他要跟着我一块儿。但是呢，他比较念家嘛，他不太愿意离开家那边生活然后呢，他又说父母又在那边，父母老了以后，如果说太远了，他回不去，看他们怎么办？我就说，那我就努力一点，我就拼命的去闯去拼，然后呢，如果有起色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父母接过来一块儿。接哪儿啊？这个还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定向。你是打算在横店安家吗？可以的话也是行的。接着说。就把父母接过来，然后他说他爸妈那边如果以后年纪大了的话，他也可能就是担心他们身体不行，然后又住不习惯这一块儿，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是讨论过很多次，就不了了之了。所以你现在的，算我直接让你选吧。选这女生还是选你的梦想？听起来很残忍，我就不爱问年轻人这问题。还是有点难选。选吧，由心而选吧。恋爱当中的人坦诚是不是最重要？选吧。如果要选的话，我应该会先选择梦想吧。选择梦想，对，听见了吗？听见了。那还犹豫个啥呀？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就是我能感受出我们在一起的这4年，就是他也就是感动过我嘛。然后呢，我也不是说就是轻而易举的就跟他在一起。他做了什么就感动了你啊？就是我们大学都出去兼职嘛。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就分开了，我就去都匀那边兼职，然后他在贵阳也是接了一个小商业。然后那天是拍到了晚上11点多，我回酒店我就发烧了，然后那边又是我人生地不熟的嘛，我就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有点不舒服，我发烧了，然后他就马上就接完那边的商业，就订了最近的一班火车来都匀找我，然后就把我连夜包了个车就送回家，然后他第2天还是处于有拍摄的状态，相当于通宵的就接了我，然后第2天又马上去接了另外一个商业。就这个我会觉得说，就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然后呢给足了我一个安全感。我觉得这个男孩挺可靠的。所以对你来说还是舍不得他。对，舍不得。那再投个2、3年的时间呗。
放飞一下呗。但是他是属于这种人哈，就是他口头上可能说2、3年，但是他实际上他可能会4、5年、5、6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不是，那你们岂不就是两头堵吗？对吧？对。说了这个让人放飞，说我爱他，爱他你就给他自由，对吧？对。是吧？是不是？是。给自由呗，然后堵回来了，我不信任他。好，那你不信任他，你就跟他分开呗。不行，我还爱着他。这不是两头堵死吗？那就让我们大变活人改造他是吗？就是还是劝劝他嘛，因为我觉得说劝他，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劝啊，因为我觉得年轻人这种选择，你没有办法说一定要在这个梦想啊或者爱情之间做选择题，对吧？但是现实生活里面确实很残酷，他必须得做选择题，他不做选择题，平衡和协调不了，是因为至少你不能妥协，对，只要你能妥协，这个事儿就不是个事儿。是，对吧？对，所以我可不知道怎么劝人的你们来吧，啊，这你们最在行，各位老师哈，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于老师，首先我表明一个态度，我支持男生，我们遵从自己的内心那一种期望，那一种梦想，没有错。只是现在面对着事业、梦想和感情、爱情，他们之间做如何选择？但很多好的爱情，它是顺其自然的，有时候确实是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你这样的一种让他留下来，我认为有爱情的因素影子，但更多的也有自私的因素和影子。是的，选择没有对错，关键是谁愿意妥协。如果双方都不愿意妥协，那只能各走各的路，不是不爱，而是没有办法继续相爱。是，谢谢，谢谢波红兄，本老师。你现在21岁，我其实也，我大体上跟于老师是一样的，我其实支持你去坚持你的梦想，因为学表演它是需要一个共情力很强，而且全身心投入。你如果要去创作一个作品，你要对创作者负责，你要对编剧负责，你要对整个出品方负责，但是这个跟你现在的情感状态是极不匹配的。那么女孩，我觉得你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其实并不浮躁。其实女孩的外形条件比你好很多，就在我看来，如果她去从事这个行业，我觉得她机会会比你多。但是她没有选择说未来我要到这个行业里面，所以她内心是一股清流，她想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生活，这点我真的为你点赞。那么这个男人此刻不值得你停留，好，多1秒都不要留，好，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说我要选择我的人生，现在你居然成为了人家人生路上的绊脚石，这个很掉价，不要这样子。好，就是你们俩现在就是彼此祝福，彼此珍重，4年没有关系的，你就当你找了个玩伴陪你玩了4年，你们都彼此玩得很开心。好，然后你们要进入下面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祝他好，祝他什么都好，然后完了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谢谢文老师。徐总，女生你们之间的感情的确出现危机了，但是摆在你的对立面的不是他的事业，而是他对你的情感的是否专一。是的，即使他现在没有真正做演员，他也会跟别的女性边界不清，这跟他的职业没有关系，是他心不定。是，所以说别瞄错了目标，你心里是没有安全感，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你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也不要去做你的职业，不要去追求你的梦想，你就待在我身边。这不仅是在他身上，在任何男性身上都是不可以实现的，因为你想试图去掌控这个人，掌控不了爱情的，明白吗？明白。男生啊，追求梦想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做一个自己喜欢并且去擅长的事情，那是一个何等幸福的事，对吗？但是在爱情方面，我们不需要特别擅长，我们需要的是专一、成熟。很显然你在爱情方面很幼稚，所以说这是你跟他最不合适的点，因为你没有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达成过共识。就这样。
谢谢曲总，米大老师。所以姐弟恋不好谈嘛。刚刚姑娘说我浪费了4年，但是你这个今年24，所以你是在可以结婚了的年纪遇到的一个还不到法定结婚年纪的他。你自己挑的就是一个不能用来结婚的男人啊。今年他也才23岁，刚刚满了男22才能够到法定结婚年纪嘛。你怎么会认为一个男人刚到法定结婚年纪就要迫不及待的跳出校园之后就要进入婚姻呢？其实我有想过说，如果他不从事这个专业的话，就是1到2年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下来。你怎么认为1到2年对他来讲就够呢？所以啊，就是我们俩。所以这就是你一早挑男朋友的时候，你就注定了要走这条我陪弟弟成长，而不是我要把弟弟骗进我的婚房。是。今天弟弟骗不进去，因为弟弟毕竟23岁不追梦，他啥时候追啊？23岁你不搞事业，你啥时候搞啊？努力的供你读完大学，这个按着家人的角度，假如我是他的妈妈，我也会去想，我好容易供你读完大学了，让你学到专业知识了，你得去验证一下自己行不行了。我供你读大学，供你去学一个专业，不是为了让你早早的好认识一个姑娘，跟她立刻结婚的。是。如果你要问我说这个男孩和你之间的恋爱是怎么样导致的目前有一点进行不下去，不是因为他有梦想，而是因为你们2个人的阶段性的目标不同了。你的目标是想立刻结婚，最多2年，他的目标是我还想知道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能在这个世界上为我爱的女人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家，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他还在探索。因此你们2个人一定会分手，但之前的这一些恋爱没有白费，你们在一起度过了很美好的这4年。这4年里头，对于大家来讲，人生里头最美的记忆了。是。道一声珍重，体面的说再见，已经没那么爱了。好，谢谢米大老师。这个职业必须得说几句。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职业，是因为它的高光时刻。我说的没错吧？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挣大钱。但是你们仔细想一想，哪个行业出大名挣大钱的，不就是那个塔尖上的人呢？那这个行业就不需要底座了吗？越厚实的底座，一个行业才发展的越好。除了资本包装的之外，你看很多好的演员，没有时间的沉淀，他出不来。10几20年，最后碰到了一部好作品，准备好了，他才有可能出来。否则，他就是普通的一个工作。别人的工作是在车床上车零件，您的工作可能是在教孩子。我的工作就是在台上说2句话。那演员的工作不就是在各种的作品当中去塑造人物吗？这跟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选择有关系吗？我只是供你参考。有梦想特别好，但是梦想的核心本质到底是什么？请想清楚啊，想清楚，那辅助你走更长。因为追梦的路上就是一路荆棘，因此你们的爱情，我觉得今天其实真的不是主要讨论的范畴。我们也不绑架你，说因为这小子有梦想，你就一定要跟着他。我们也不能绑架你，说因为这姑娘对你感情深，付出了4年，你就一定要跟她。你们谈了一场彼此欢喜的恋爱，有美好的回忆，因为追求的不同，可以分开，找合适的人在一起开心的生活。大胆的，不要犹豫的跟女生说分手，因为你承担不了她想让你承担的东西。那坦诚是最好的。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就是很感谢自己这4年的付出吧。然后既然像老师们说，就是我们俩对未来的规划是不同的，那我也不强求你去追随我的脚步吧，就是希望你能在事业有更好的成功。谢谢。祝你以后更好，谢谢。
请亮灯哈。不是听了这个之后，心里面就是那个，哎呀，小酸酸、小痒痒都有。文老师怎么了？我特别喜欢这个姑娘，真的，我觉得她特别体面。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就是她最后这段话，第一是体面，第二就是说点现实的哈。你不进演员那个赛道就对了，你这个条件放在其他的赛道里就叫优秀，那你就会发现，可能在你的身边有很多现实物质条件比他要强很多的男人去追你。这个时候要坚持自己的一个生活信念。好，这个是你一定要有的，那你生活一定会幸福。好。哎呀，就你还有点舍不得让他们分开呢，是吧？酸酸的，但是没办法嘛，人生总有一个路口，要跟过往说再见。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我这个还有点小激动呢。是啊，我们也一样。这段分手多多少少还有点惋惜，有点遗憾，但这段分手你看分得很纯粹，很坦荡。别叹气了。而且我感觉男生好像松了一口气，一下就放松下来。两个人都是啊，是吧？啊，挺好。所以说了嘛，有分不开手的，生活里局着的，压着你透不过来气的，记着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223606301，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不是，这不刚夸完你吗？不是你什么情况？就是我来不是说挽留他，我只是想给自己的这4年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告别吧，就是只是个告别。我觉得说这4年我付出了，就是现在我也真正的看到，就真正的看清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以前我可能觉得说只是他去追求我没有想和他追求的一样的这个问题。今天我来，我也是真正的了解到我们之间感情的问题。我也很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然后呢，我就是想来做个告别吧，就是告别我这4年我没有遗憾就行了。但是姑娘，如果他也出来了，那你们这到底是要继续还是告别呢？出来我也会告别，因为我知道刚刚他已经选择了他的梦想，他就不会再出来了。他现在在发表他的那个毕业感言。但是女生，我由衷的为你点赞。谢谢。女生就应该这个样子。是的。哎呀，多难受啊！不难受，不难受。不是，我是替你们难受。其实你出来反而我更替你难受。我觉得还行，就是感觉我出来会好受一点吧，就是为我自己这4年做一个。对你心里舒服就行了。对，你心里舒服就行了。记住我们说那话啊。记住我们说那话，就是找一个自己生活里的信仰，好，去追下去。去追那个光。好嘞。然后你会更加的有光芒。好吗？好嘞。谢谢啊，请回。谢谢。哎呀，独立、冷静、爱表达，挺好的一个女生啊！祝她们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跟头是要摔的，别摔得遍体鳞伤就好。加油吧！我们要再一次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